所以下一次看本益比，记得优先关注，这才是市场为这家公司未来核心业务给出的真实定价。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买好公司更要买在好价格。但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好价格？股价10块一定会比100块便宜吗？当然不是。如果你有用过 Thinking Alpha 这个看盘软体，你点开那个 Valuation 估值这个页面，你会被密密麻麻这些指标给吓到，什么 PE、PEG、EV 除以 EBITDA， 这些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就用10分钟的时间带大家一次读懂 Thinking Alpha 这个量化网站，评估一家公司估值最核心的财务指标。如果你能学会看懂这些估值指标，我觉得你就应该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判断一档股票目前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如果喜欢这种硬核财经知识的朋友，麻烦先帮我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这样下次我再发影片就不会错过了。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我们现在聊大家最熟悉的本益比 （Price to Earning Ratio）， 又简称 PE。它的公式非常简单，就是股价去除以每股盈余。那在 Thinking Alpha 上面，你会看到它被细分了好几种，这背后有2个维度要理清。第一个是时间的维度，它分别有分这个 TTM 还有 FWD。那 TTM 是什么呢？就是 Trailing 12 months， 也就是过去12个月，这是看公司已经发生的实际获利。那 FWD 是什么？FWD 就是 forward， 意思是未来的预估，这是分析师对这家公司下一个会计年度的 EPS 预测来计算的。因为我们买股票是什么？是买在未来，所以华尔街分析师通常更看重这个 forward 的 PE。第2个维度是会计准则，有分成2种，第一种就是 GAAP vs non-GAAP。那 GAAP 是什么？就是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这是官方最严格的这个财报数字，包含了所有的支出跟收入。那 non-GAAP 就是非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这很重要，它排除了一次性的损益，或者说非现金支出，例如什么员工的认股权费用。大多数分析师在估值时，他们更喜欢看这个 non-GAAP， 因为它更能反映一家公司本业真实的赚钱能力。所以下一次看本益比，记得优先关注 forward non-GAAP 的 PE， 这才是市场为这家公司未来核心业务给出的真实定价。好，看完了本益比，很多人会觉得本益比越低越好，错，有些公司的本益比只有8倍，但获利每年都在衰退，这种我们叫做什么？叫做价值陷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引入第2个指标，就是这个 PEG Price to Earning Growth Ratio。它这个 Trailing PEG 就是用过去12个月的本益比去除以 EPS 的年增率。那 Forward 的这个 PEG 就是 Thinking Alpha 估值模型非常看重的，它是用未来的本益比除以分析师预估这个3到5年长期 EPS 的复合成长率。一般来说 ，PEG 等于1，代表这个估值合理。例如本益比20倍，成长率也是20%。如果 PEG 小于1，代表这个股价相对于它的成长潜力就被低估了。它大于2，通常就是偏贵了。所以成长股的本益比高没有关系，只要它的成长率跟得上 ，PEG 就会告诉你它值。但是各位也要注意 ，PEG 这个指标也要跟什么？也要跟同行的中位数去比。我觉得这个比下来的数字才会是有意义的。接下来这个系列非常重要了，特别是在法人机构或是并购案里面最爱用的就是企业价值，又简称 EV。你买下一间公司，除了付钱买它的股票市值之外，你还得承接它的负债，但同时你也能拿到它账上的这些现金，所以 EV 才是真正买下这家公司的总成本。所以 EV 的公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市值加上总负债去减掉现金。那这边企业价值倍数也引入了3组指标，分别就是 EV 除以 Sales， 或是 EV 除以 EBITDA， 还有 EV 除以 EBIT。那 EV 除以 Sales， 企业价值占营收比，比起单纯看 PS 股价营收比 ，EV 除以 Sales 把公司的债务也考量进去了，能更全面的评估公司相对于其营收的价值。那 EV 除以 EBITDA 这个在之前的影片应该也讲过 ，EBITDA 就是税前、息前、折旧及摊销前的获利，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公司最纯粹的营业现金获利能力。这个指标除了排除了税率、利息支出，还有一些设备折旧影响。如果你要比较2家资本结构不同的公司，一家是借很多钱，一家是零负债，用这个 EV 除以 EBITDA 会比单纯用这个本益比准确的非常多。那这个 EV 除以 EBIT， 它跟 EBITDA 其实有点像，但它保留了这个折旧和摊销。对于那些不断投入重资本设备的公司来说，用这个 EBIT 更能反映这个真实的成本。
江南银行又来了，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第二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我报你好康，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8CGDSH。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新手开户礼200现金，理财测验礼100现金，会员加码礼100现金。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二季完整权益的，赶快去找这一部影片来看。那如果一家公司还在高速成长期，研发跟行销费用都砸很大，导致现在还没有赚钱，那要怎么办？这时候用本益比 PE 去看的话，会是空的或是负的，完全没有参考价值。这时候我们就要看 Price 除以 Sales， 股价营收比，也就是 PS， 然后分为 TTM， 就是看过去12个月的营收，和 Forward 未来1年的预估营收。对于高成长，像是 SaaS 这个软体公司、生技股或是创新科技股 ，PS 常常是唯一的估值浮木。只要营收能够保持高速的增长，市场就愿意给出更高这个 PS 倍数。第二是这个 Price 除以 Book， 也就是股价净值比 PB， 公式就是股价去除以每股净值。每股净值就是总资产减掉总负债，也就是权益的意思。这个指标，如果你今天看的是金融股，像是银行、保险或是地产股，或是一些重资本的制造业 ，PB 就非常重要了。当 PB 小于1的时候，代表你是用比公司清算价值还要便宜的价格在买它的资产。这通常是这种传统的这个价值型投资人最爱寻宝的地方。俗话说，获利可能是会计做出来的，但现金骗不了人。所以这边就引入一个指标，就是 Price 除以 Cash Flow， 也就是 PCF， 股价现金流比。用股价去除以每股营运现金流，它把净利润中那些没有实际支出的现金费用，比如折旧加回来了，更能看出公司口袋里到底有没有现金进账。那最后一个指标就是这个 Dividend Yield 股息殖利率，这里看的是过去12个月的普通现金股息除以当前的股价，不含特别股息。特别要注意一下，如果一家公司发股息的记录不是很稳定 ，Forward 的殖利率参考价值就很低，这时候看 TTM 会比较有保障。好，我们今天一口气讲这个 Thinking Alpha 估值页面上的这个7大类的指标，帮大家做一个总结。如果是看获利，就先看 Forward Non-GAAP PE。那如果怕买到衰退股，你可以看 PEG， 把成长率考虑进去。那如果是看跨国或是不同资本结构比较，主要可以看 EV 除以 EBITDA。那如果是亏钱的标股怎么办？看这个 PS， 金融股或重资产股看 PB， 最后用这个 PCF 确认公司手上的现金流到底是不是真金白银。同时也可以再确认什么？看这个殖利率，这家公司的配息有没有是稳定的。投资没有单一的完美指标，通常我们要把这些指标综合起来看。还要跟什么？还要跟这个同业去做比较，才能得出这个最客观的结论。所以这个 Thinking Alpha 它都会把这些数值跟它的同行中位数去比较，再给予一个 A 加到 F 的评级。今天的内容比较硬，如果你觉得有帮助，务必在帮我影片下面点赞、留言、分享你看完这部影片的想法，也不要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跟我互动，我每周3跟每周日晚上8点45分也会在我的频道直播，那时候你也可以来这个直播询问。那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你有用过吗？ 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绝对可以满足你在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升级到 Essential，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订阅 Essential 只要15美金，用我的专属连结，我直接再送你15美金，让你再订阅1个月，还不赶快把握优惠？